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拯救者刚刚发布的两款新品啊，一个是 Y90啊这个手机，还有一个最新的啊，应该说是安卓阵营里边第一个专门的游戏平板 Y700。从名字上呢，你也能看到拯救者最新的这个改变啊，它把手机、平板还有电脑啊全部统一成一个系列了，就是 Y 系列。统一之后，一家人就整整齐齐好好打游戏了。由于产品比较多，所以我们开箱环节就省略了，直接来看一下 Y90和 Y700能不能让你好好打游戏。不过那天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包装方面还是传统四大金刚：主机、充电器、数据线，还有一个保护壳。充电器方面有一些区别，这个游戏平板呢，它是送了一个50瓦的充电头，而这个 Y90啊，这个手机呢是68瓦的。这手机啊，你可以直接把它叫做游戏机，也一点毛病没有啊。我们是已经玩了一段时间。大的 ID 框架方面，依旧是延续了上一代这个横向的设计。这手机拿在手里就是让你横向打游戏用的，就是一个横向的游戏机啊，这样的一个风格啊。不过比上一代我觉得是要规整和收敛了一些。上一代的时候，它直接给你用了一个侧边的升降镜头啊，感觉太疯狂了。但是这次就没有了，把这个镜头呢给你放在了中置悬窗的这个里面啊，然后也有一颗小小的风扇，然后你一按电源键啊，它这个灯就会亮起，然后闪光灯也全部都放在了中间，就所有的元素给你规整到一起了，所以看起来就会更加和谐一些。当然我自己不是那么极致的游戏党啊，我在拿上这台游戏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在握持的时候会不会挡到我的这个摄像头啊？我实测了一下，我现在正常握持手指是挡不到的。当然这个也保不齐啊，因为它已经比较贴近于中间了，比如说手指稍微的往上一放啊，就全部红屏了，看不见了。所以在拍照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前置方面就没啥问题了，因为它的额头下巴是比较宽的，有充分的体积可以放相关的配件。中框上的元素是比较多的，首先就是右侧边，就是电源键两边是放置了通风的开孔啊，因为它是有风扇的。然后上手的第二感觉就是厚重，这台手机真的是厚重啊！当然，如果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游戏机看的话，那这台手机就表现还好了，妥妥的半斤啊！这个252克啊，裸机的重量啊，中置悬窗这个位置呢是10.95毫米，然后两边的话呢是10.14毫米，是超过了1厘米的厚度。机器厚重的同时也不是白重的啊，这配置给大家打出来也确实拉得挺满的，5600毫安时的电池，所以我非常好奇它的续航，后面我们会展开。上一代拯救者有一个非常容易掰断的梗啊，现在我们直接掰一下试试。我用的劲儿确实已经不小了啊，我能感受到比上一代还是结实不少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一代侧边它加入了升降结构，在那块是非常容易断掉的，所以这次直接给你加在了中置悬窗的里面，增强了整体刚性。然后正面这块屏幕，我开屏的第一感受就是这四边的 R 角做的是比较大啊，6.92，它是来自三星的一块E4材料的屏幕，1080P，然后参数给大家打出来。然后它的存储方面呢，我们手里这台是顶配啊，提醒大家注意，它的总存储量呢达到了640G，UFS 3.1啊，512G， 再加上128G 的 SSD， 只有顶配有 SSD 的加持啊。然后运行内存也非常有意思，它直接给你来了一个18G 的 LPDDR5， 大家可以把高这个字打在公屏上。然后别着急，又给你加了4G 的虚拟运存，你可以把它叫做一个22G 运行内存的手机。前无古人，反正后边我估计也就只有他自己能超过他自己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双刃 3.0M 啊，双风扇双气片液冷，反正你看这配置是顶的不行的，实际表现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毕竟是游戏手机啊，游戏的体验自然是重中之重，软硬件自然也会做一些相应的优化，比如说双 XOR 的震动马达啊，这个其他家也有啊，但是拯救者的这台震感优化上确实适配性做得不错，在一些游戏场景下的临场感会更强。肩键也做了相应的震感优化，比较接近实体按键内触感了。设置之后，按压和滑动都能做出相应的反馈。它自带3档的性能调控，应对不同的游戏性能要求。得益于 SSD 的性能加成，这次读写成绩比较不错啊，顺序读取2600，随机写入1677，随机读取296，随机写入439，娱乐度106万加，这是骁龙8表现比较高的了。但是在 CPU 方面 ，Geekbench 单核1221，多核3612，稍微偏低。GPU 方面 ，Sandy Mark
10506。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1分37秒，这已经打入100秒的阵营了。对于游戏手机来说，算是挺 OK 的了。除了 CPU 释放稍低之外，其他表现都不错。当然，只是落地跑分，我们来看实测。王者荣耀、和平精英自然都没啥问题啊，帧率都非常稳，波动也不高。和平精英最高42.7摄氏度的表现不错啊，游戏体验也 OK。高负载测试原神，平均59.5帧，接近满帧了啊，而且波动是6.8，也不错啊。全程大部分帧率都可以维持在55帧以上，虽然有近10瓦的功耗，但是能达到这个帧率的，基本上都接近这个功耗了。最关键的是，它的机身最高温度控制在了45.5摄氏度啊，表现是相当不错。一开始我们以为联想降低了分辨率，我们实际看了一下，和其他安卓机型是基本一致的。极限测试光明山脉57.4的平均帧率和19.4的波动，虽然说稍差于原神，但是毕竟压力也更大了。平均9.7瓦的功耗和45.5度的最高温，都让玩游戏的时候体验还 OK。总结，拯救者 Y90这台游戏机可以说是在功耗、发热和帧率中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平衡，让帧率和发热并没有一起飞得那么高。不过虽然发热控制得好，但是功耗也确实不低啊！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了49%，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甚至这台机都没坚持完啊，4小时35分钟就关机了。拯救者这次新增了一个智能屏幕刷新率，在智能模式下续航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充电最高支持68瓦啊，前台100%实测花了37分钟。侧边也是可以充电的，方便在游戏中握持，并且这次它支持旁路充电，啥意思？就是电源只保证供电，维持你电量不降低，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减少发热，提升游戏体验。最后再来说一下软件，除了传统的 ZUI 系统之外啊，还有拯救者领域主要是对游戏方面做一些设置，比如说光效按键设置一切跟游戏相关的都可以在这找到。超级互联这个功能我们体验了一下，它可以将游戏画面投射到另外的大屏设备上，延迟主观体验如果不是专业玩家还 OK， 对游戏玩家非常友好了影像方面，相信选择这台手机的人真的是不在意的我们直接放几组样让大家看看就行了白天主摄成像尚可，广角比较一般夜景拍个亮没啥问题。总结一下，大家可以把扫码够用4个字打在公屏上。这台 Y90呢，还是多说一句，大家不要以一个手机的角度去看它，因为它从内到外，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吧，全部都是以一个游戏机的角度去出发的。你可以把它认为就是一个游戏机，然后非常贴心的附赠了你一个打电话的功能。然后如果你连打电话的功能也不想要的话下面就是这个 Y700当然它的 ID 设计就没有那么疯狂了，你不告诉我它是游戏平板的话，我感觉就是一个做的比较方正的普通平板电脑。金属中光呢是做了 CNC 的倒角处理，边框上呢两边等宽，顶部和下巴是一个尺寸，两侧是一个尺寸，屏占比还是不错的这个8.8寸单手呢，你看正常我也是可以把它握在手里的。2K 的一个 LCD 的屏幕由于它尺寸是比较小的，所以它的 PPI 非常高343的 PPI， 之前那些都是278、300以内。这平板尺寸不大，但是它也不算特别轻375克它给你搭载了一个6550毫安时的电池，它的充电器是50瓦的，但是它的充电功率是45瓦的也是851的这套组合。不过这个8就不是骁龙8了，它是870，这个870可能大家在今年也会一直见到它，因为在平板上确实是真香。因为你在平板上呢就不重视拍照了嘛，用不上什么 SP。这个平板呢，它给你配置了双 X 轴的震动马达。游戏方面，对于平板来说中低负载我们就不用跑了，一起来看一下重度测试。在之前的上手视频中，我们已经大概聊过了原神最高画质下平均帧率59.2帧，波动3.7，表现相当不错。整机平均功耗9.29瓦达到这个功耗下的870，性能释放已经非常顶了，温度也仅43.8摄氏度相比骁龙8又好了不少。即便对比 mini 6也没太落下风，量产之后应该会更稳一点。当然分辨率相比 mini 6还是要逊一筹的129万的像素点不能和162万的 mini 6相比。为了压榨这个专业游戏平板的实力，我们又测试了一下大魔王光明山脉，平均56.1帧即便是有小波动，依旧能看出来拯救者这次对自己的散热和调教有多么自信温度控制也很不错，而且你在握持平板的时候手基本都在侧边，不太能够感受到。这期视频真的是数据量爆炸记得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
前期来看，Y700确实不错，对于一些重度游戏玩家来说啊，这台设备不像带一个超大平板那么难以携带，一个小包甚至是大的风衣口袋就可以放下，走到哪儿打到哪儿。6550毫安时的电池，让这个焦虑症也能减轻一些。帧率和温度，尤其是这个大视野啊，跟手机也拉开了一个量级。但需要注意的是重量啊，370多克啊，相对于移动设备来说，那确实重了不少，稍微长时间玩还是很容易手酸的。即便关注，也要按需购入。拯救者 Y700，如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平板来看的话，一些日常的职责还是能够胜任的。这套和小新一样的 ZUI 系统，我们之前聊过几次了。ZUI 在平板的体验中，无论是平行致谢还是小窗，它都有啊，并且我们体验下来没什么特别大的 bug 啊。同时跟手机一样，搭载了拯救者专属领域啊，功能基本是一致的。视野模式，这个对于平板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功能，有不少小伙伴应该有这种体验啊。我买了一个大屏设备啊，想舒舒服服打游戏，但是屏幕虽然变大了，但是可视范围并没有增大，甚至因为屏幕比例的问题，还会导致左右裁切掉一些视野。就比如说王者荣耀啊，如果是吃鸡的话还比较好，上下都会增加一部分视野。所以你看那些打直播的主播，他们都用大的 pad 啊，这个就是上下都会增加一部分视野。拯救者这次的视野模式就是相当于把手机那个视野直接给你还原到了平板里边，而且它不是固定在中间的，你可以把它设置在靠下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料敌先机了。当然，如果仔细对比的话，它照手机还是稍微裁切了一点点啊，依旧是为游戏玩家想的挺多的。当然要说一下，就是在浅色界面的时候啊，因为它毕竟是 LCD 的屏幕，所以边角的地方呢会有一点点偏暗的问题。当然这不是它的锅，是 LCD 这个材质的锅啊。OK， 简单总结，首先是 Y90啊，这台机器的话，还是那句话，不要把它当成手机啊，你买它那就是得有非常重度的游戏需求才行啊。如果你是想兼顾日常使用，不好意思，它就是游戏机的定位。我觉得这种定位也挺极客的啊，这个拯救者也算是能下狠心，就是不把它当成什么手机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我就老老实实给你做个游戏机。然后就是这个 Y700了，作为游戏平板来说呢，它也做了挺多游戏方面的专门优化，就比如说扬声器这里啊，它跟手机一样，也是正对你的时候全部坐在了右侧边，所以横过来的时候，你的手掌是不会遮挡到扬声器的。然后也保留了 3.5 的这个耳机孔，然后这个接口呢是 USB 3.1 的，你也可以投屏啊、传输数据啊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落到实际的应用场景里面，你买到手之后啊，不拿它打游戏，我就拿它正常看视频啊，当一个小平板用啊，也是没啥问题的。我个人觉得可能稍微的重了那么一点点啊，375克。横屏打游戏的话，确实更加清楚，视野更大了，但是可能手酸的也会比较快，这要看你自己的需求了。OK， 这次它还发布了 Y 系列的最新的笔记本电脑，我们也在路上了啊，可能要过一段时间跟大家视频见面。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我们是连夜爆肝，连夜实测啊，特别感谢，记得点赞。我们后续也会在第一时间把它的所有数据都更新到小白测评的微信数据库里面，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不管哪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